咱们人类把相机送进太空都快80年了，拍了几百万张太阳系的照片，可直到今天，随便拎出一张新的，还能让你惊掉下巴。从最早那满是颗粒感却超霸气的地球曲率黑白照，到现在冥王星那高清到能看清冰原的彩色图，咱看太阳系的方式早不是以前能想象得了。虽说这辈子能从太空回头看地球的也就那么几个人，但咱普通人也能瞅见地球的全貌。这70多年来，从气象气球到人造卫星，再到后来咱的宇航员拍了几千张地球的美照，既让你看见它有多好看，也偷偷告诉你咱这地球其实脆得很。就说这张地球亮面的照片吧，是 NASA 的 EPIC 相机拍的。这相机特牛，搭在 NOAA 的 Discover 卫星上，离地球足足160万公里。它每2小时就拍一张，还都是自然色，跟你用眼睛直接看地球一模一样。2016年 NASA 更狠，把3000多张照片拼了个全年延时视频。你看那云飘来飘去，遮着沙漠和森林，还有咱那片蓝得晃眼的大海。这就是咱住的地球，美到窒息。以前科学家都挠头，金星跟地球离太阳距离差不多，说不定是个能住人的双胞胎呢。但问题来了，等苏联的金星号探测器扎进金星的云层，所有人都傻了，这哪是双胞胎，分明是地狱啊。1982年苏联的金星13号拍了张金星表面的彩照，这可是头几回从金星地表拍彩照。本来这探测器设计的是硬扛半小时，毕竟金星上的温度能烤化纤，压力能把人压成饼。可你猜怎么着？它着陆后硬是传了2小时数据，简直是太空硬汉。现在看这照片可能没火星照片惊艳，但你想想，在能把金属烤变形的地方多待1个半小时，这照片的分量懂的都懂。近10多年 NASA 的太阳动力学观测台天天盯着太阳，拍了好几亿张高清照。这玩意儿在地球轨道上每10秒就拍1张，还用10种不同波长，相当于给太阳换10种滤镜。以前咱哪有这待遇啊？有次他正好拍到太阳炸毛，不仅喷了超强耀斑，还下了日冕雨。你别误会，这不是真雨，是太阳磁场搞出来的磁暴烟花，亮闪闪的却超危险。这段延时视频是几千张照片拼的，1秒等于现实6分钟。最绝的是，他还把地球放进去当对比，你一看就懂，这风暴要是冲咱来，地球在他面前跟个小弹珠似的，简直不敢想。2014年8月那事儿你还记得不？67P 彗星成了第一个被咱围观加着陆的彗星，是欧洲航天局的罗塞塔号带着飞来号干的。这操作在当时直接封神，以前谁也没近看过彗星，都猜它长啥样。结果这一拍，发现彗星表面会喷冰，就跟放烟花似的，不过是冻住的尘埃和气体做的，又冷又酷。还有段超短的延时视频，是探测器离彗星21公里拍的。你看那冰气在太阳下转圈圈，背景的星星跟着彗星转得直晃，25分钟的画面，看得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木星绝对是太阳系的颜值担当，但以前你看的木星照片，大多加了重度滤镜，蓝的、白的、橙的，亮得晃眼。直到 NASA 的朱诺号去了，才给咱看了木星的素颜，其实颜色没那么鲜艳，偏暗一些，但你别失望，它那云带转的跟咖啡里搅开的奶油似的，又乱又壮观，比加了滤镜还好看，这才是气态巨行星的真实魅力啊！土星旁边有个叫土卫2的小卫星，以前路过的探测器就随便拍了拍，没当回事儿，直到卡西尼号来了，才看清它的脸，一边全是老坑，跟麻子似的，另一边却平得跟刚磨过的镜子似的。这咋回事？更让人意外的是，平坦的那边有条大裂缝，顺着北边绕了一圈。这说明啥？土卫2内部还在动，没死透。后来拍了14小时的延时视频，直接看见土卫2往太空喷冰雨，这下实锤了，它里面藏着个全球大海洋。谁能想到这么小的卫星里还有这么大的秘密？现在咱虽然有几百万张太空照片，但说实话，太阳系咱才逛了个角落，还有好多星球没去过，好多秘密没解开。不过这些照片已经够牛了，既能让咱知道以前有多厉害，也提醒咱太空这趟路还得接着走。下次再看太空照片，
你说不定会想，下一个被咱扒光秘密的会是哪个星球呢？